大家好，我是松密，今天是烟云16升 1.3 版本正式上线的日子。这次改版的细项内容其实蛮多的，但对我来说重点非常明确，就是等级上限开放到85等，以及随之而来的装备更新。不过目前游戏中也确实存在一些小问题，稍后会跟大家详细解释。今天的影片不废话，直接帮大家汇整这次改版我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件事项。首先，第一个重点是等级上限正式突破到85等。与此同时，官方也提前开放了81等的色爵制作。这边分享一件有趣的事，原本这个色爵制作有一个材料是河西地图专属的，但因为目前河西根本还没开放，官方为了配合等级进度，特地调整过制作材料，所以我们这个色爵的材料跟陆服是不一样的，不太确定到时候河西开放后，它会把它调整回来，还是这个材料就这样子定案了。第二个是81等的装备开始，我们装备调绿调满后可以进行一次转绿。简单说就是你装备下面的词条有洗到不喜欢的，可以自行选择转变某一条词缀。但转绿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用到这个归红的转绿石。目前国际服获得方法只能从暂定商店每周获得一个。定音变音石的部分是每周2个。转绿石目前在国际服算是不太好获得的东西，在使用时可能要慎选。转绿石跟变音石原本也都是在河西才能用游戏币购买，不太确定到时候国际服的走向。我没记错的话，河西好像是一颗卖10万块的样子。这边最后要提醒一下，同一件装备只能转绿一次，转绿过后就不能再转绿了。所以大家在使用前要思考一下，目前石头不好获取，能用的次数有限。另外，官方也有公布未来的更新进程，从3月6号开始推出河西玉门关后，往后推28天会接续推出2周，再隔28天则是晴川。这代表我们未来更换装备的频率大概是每28天会换一次，所以新历单的部分大家务必要好好规划一下用量的哦。第三个是流派试炼，这次给的全部都是争议 buff 了，终于不用像我们第一次打的时候都是给负面内容，打起来真的比之前爽快很多。以我明金红试炼的画面为例子，我们只要把下面的进度条打满，就能触发自己流派的特殊能力。明金红这边的能力是使用无名剑法特殊技后，马上能打出3道剑气，特殊技途径也能马上打出3道剑气，所以整个就是剑气一直甩。我自己打起来是觉得非常愉悦，目前只能打到第5层，没意外第6层开始难度可能会直接拉上去。最后提醒一下没打过的玩家，关卡的通关限制其实是指解锁该关卡的使用权，所以打输也没关系，大家可以放心无限重打，直到通关为止。第4个是赛季商店有稍微改版，我们装备叠银35到40层，现在需要多一个材料笑玉归红，它其实就是跟正玉差不多道理，但是35到40层不只要正玉，还需要这个材料。但目前能兑换的数量我觉得是蛮少的，只能换20个，大概只能升满一个叠银选项。目前除了赛季商店，好像也没有其他管道可以获得笑玉归红。另外，赛季商店也新增了一个金丝钱袋，它是用体力值去购买通宝。我们国际服体力值几乎用不太到，目前新增的这个商品能让我们用体力值直接去购买钱袋。但要记得，不管是做药剂还是制作木墙等等，都需要消耗到体力。我建议是留个100-200的体力值，以免突然要盖东西要做物品没体力值可以用。这个改动也是稍微缓解国际服游戏币不够的问题。第5点是81等药剂制作正式开放，玄壶等级需要打到4等3阶才能解锁。这边要注意材料走的路线跟陆服完全不同，因为原本81等药剂里面制作材料属于河西地图的，官方目前把81等药剂材料调整跟石岐伞一模一样，唯一的差别只有消耗体力不同，不太确定之后官方地图全开后会不会把色爵跟和人椅的配方改回去。目前看起来比较像是让我们过度使用，如果体力值换完赛季钱袋，我是建议可以拿一些体力值来做这些药剂。毕竟现在它的材料算是很好取得，只不过现在体力值也需要留下来换赛季钱袋，这方面要自己取舍一下了。第6点是武学与奇术的突破，随着等级上限提升，现在武学突破已经可以到达10重了，而奇术等级官方目前也开放到了5重的上限。这边推荐先把奇龙回马点上去，它的5重增加了一个闪避功能，我个人觉得超级好用。比较细项的更新大概是这些，其他官方预告表有的内容我就稍微带过。第1个是3寸之身，这是获得解谜奇术缩骨功的地方，在清河最左侧临江驿附近可以解锁第1部分的内容，后续会随着日期开放奇2跟奇3，到时候奇2跟奇3的位置都在醉花阴附近。比较要注意的是，奇2跟公子书一样，它会先寄信到你的信箱，你要先收信之后才能看到任务选项。我是觉得这个设计没有很好，毕竟信箱的提示没有很明显，有时候也不知道有任务的信件。自从公子书一直接不到任务，现在只要任务找不到，我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信箱。
这方面到时候官方开山村之声其2，各位再自己注意一下了。接下来是野外 BOSS， 机关组在清河最左上方的慈心山院附近。机关组我自己打下来觉得难度比较没那么高。第2个野外 BOSS 醉拳客在东南行影的界碑旁边而已。这只 BOSS 晚上还会有人帮他打灯。醉拳客我是觉得不太好打，我被他打得满头包。最后就是81等的侠境与事件，手通都有新法心得可以领取。新的事件因为我目前也还没有挑战过，就不在这边多做评论了。以上就是我针对这次改版觉得比较重要的事项整理，有遗漏的话也请大家见谅。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帮我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 Somi， 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